去见你父亲。啊石浩想见见火灵儿的父亲火皇，感谢他当年的帮助。火灵儿问他怎么突然想起这个，石浩笑着说：“拜见未来岳父大人，当然要早点把事说清楚。”火灵儿害羞地打了他一拳。他们来到火皇的领地，发现小狼已经长成了一头庞然大物。石浩调侃他吃太多，小狼则和火灵儿亲昵得很。火灵儿问起父亲，小狼说他又去游历了。石浩叹气说：“可惜没见到火皇。”火灵儿安慰他说：“以后还有机会。”小狼也想跟着他们出去，于是三人一狼继续上路。路上，他们听说3000州外还有古界，9天10地大联盟正在选拔英才，要见圣院、仙院、天神书院等。据说域外的年轻强者很强，击败了很多上界的天才。石浩听了很感兴趣，他不怕挑战，想看看这些域外来客到底有多厉害。火灵儿担心石浩要去闯关，可能要离开上界，他自己很难进入天神书院，因为听说很多强大的天才都失败了。石浩决定找个地方打听一下情况。他们听说青州有一场盛会，很多有意进入天神书院的修士都会去。石浩决定去那里看看，域外来客到底有多厉害。青城是个热闹的地方，街道上人来人往，叫卖声此起彼伏。有卖冰糖葫芦的，那葫芦可不是普通的果子，而是稀罕的灵药串起来的。还有卖焦肉包子的，那焦可是凶兽，一般人哪敢碰，这店家肯定不简单。青城就是这样，红尘气息浓厚，但强者也不少。修士们在这里修炼、交流，甚至炼心。最近青城更热闹了，因为来了不少强者，大家都在讨论9天10地的事儿。域外有人对3000州各教来说冲击很大，要不是域外来客在3000州横推无敌，大家还真不信有这么回事。现在3000州都不平静，连老辈人物都想出去看看。可问题是，古传送阵残缺，去域外的代价太大，而且那些古界也不一定欢迎3000州的人。石浩和火灵儿来到青城，听到这些议论，也觉得这座城确实不凡。青城中央有一座焦黑的石山，虽然断了半截，但气势依旧磅礴。据说这本是一位山神想渡劫时引来了天谴，被劈得只剩半截山体。这山是青州一景，很多修士都慕名而来，本地人也热情介绍，因为这里有很多店铺，生意兴隆。石浩和火灵儿登上这座山，周围的人都很羡慕，但也带着敬畏。山上有个规矩，不能飞行，只能徒步往上走，而且修为不到真神境，根本迈不开步。这山虽然残破，但有仙道气息，对修士有好处。山上还有小酒肆、茶馆，甚至有一些琼楼玉宇悬在空中。石浩和火灵儿找了个小酒肆坐下，听着周围人的议论。大家都在说域外来客的事，因为那些人横扫3000州，把本地修士都打趴下了。有人提到石浩的名字，说他在天人族那里闹得天翻地覆，把护道者都磨死了，大家都觉得他很厉害。远处的琼楼玉宇上坐着一些更强的高手，比如小月仙子，他曾在仙谷一地里战绩辉煌，差点拿到玉石书。石浩和火灵儿不认识这些人，但旁边有人嘲笑他们居然不认识这些天骄人物。火灵儿不想惹事，但石浩却不在乎，他冷淡地回应了几句，让那些人闭嘴。突然，小月仙子看到石浩，惊呼出声，认出了他。琼楼上的其他高手也认出了石浩，纷纷起身向他打招呼。石浩在仙谷的时候就很强，很多人都听说过他的名字。那些刚才还嘲笑石浩的人，现在都吓傻了，没想到自己得罪的是大名鼎鼎的荒。小月仙子和其他高手都对石浩很客气，纷纷敬酒。石浩也和他们碰杯，然后问起了域外来客的事。有人告诉他，那些人真的很强，而且点名要和他一战。石浩听了毫不在意，还调侃了几句，什么乱七八糟的人也想与我一战。就在这时，远处天空传来瑞霞撕裂长空，直奔青城而来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难道域外来客真的来了？紧接着，一辆战车冲了过来，速度飞快，所过之处虚空都裂开了，景象特别惊人。这战车一看就不是凡物，是用5色神铜铸成的，上面雕刻着神魔图，吞吐日月，手抓星辰，威风得很。战车直接冲进了青城，来到了断山上，周围虚空都皲裂了，出现一道道黑色的大裂缝，特别恐怖。不过这车也很厉害，遇到断山的干扰，直接急速降落，砰的一声落在山上，虽然土势飞溅，但没出意外。所有人都盯着这辆战车，想知道里面是什么大人物。结果车里传出一种奇怪的沙哑声音，很多人都听不懂。小月仙子脸色大变，说这是域外来客的语言。这下大家更紧张了，因为最近各州的年轻俊杰都败在域外来客手里，最好的战绩也不过是撑过10招。战车里的人又说了一通，最后用大家能听懂的话说，3000道州果然没落了，连当年的天地母语都忘了。这话带着轻视，让在场的人都很不舒服。有人小心翼翼地问，前辈有何吩咐？结果车里的人说，我没那么老，然后又说这就是青州的盛会，根本没什么高手。这下场面一下子静了下来，大家都等着看这家伙到底要干啥。石浩却没理会，继续坐在那儿喝酒，火灵儿帮他斟酒，小狼也抱着酒坛子喝得不亦乐乎。战车里的人说道，
你们凭这资质还想进天神书院，根本没机会。这话让大家都很尴尬。有人壮着胆子问：那我们需要达到什么条件才能入选？战车里的人说：自然是胜过我才行。这话让大家都皱眉，因为这家伙就是那个一路碾压3000州高手的凌天。就在这时，战车的帘子被掀开，露出里面的人。结果所有人都愣住了，那不是想象中的英俊强者，而是一只雷公嘴的神猿。这只猴子穿着道袍，看起来滑稽，但气势很强，目光冷冽。他说自己叫元天，是通臂神猿一脉的，还说奉凌天为主，这让大家很意外。难道他不是域外来客？结果他说：我家主上亲自出手，挑战数百州，没人能撑过10招。你们凭什么值得他亲自来？这话太不中听了，正主不来，派个猴子就敢轻视大家。有人受不了，上去挑战这只猴子，结果猴子力大无穷，轻松就把对手打败了，还冷笑着说不堪一击。这让大家更愤怒，但又没办法，因为这只猴子确实很强。最后大家的目光都落在10号和小月仙子身上，希望他们能出头。小月仙子有些为难，但10号却开口了：一只猴子而已，跑这儿乱蹦什么？这话让猴子有点慌，因为看不透10号。10号说道：去把你的主人喊来。猴子却叫板：想见我主人，先过我这一关。那只通臂神猿看起来挺壮实，头上还长着一对黑色犄角，看起来特别凶猛。他脾气暴躁得很，说完话就直接出手了，一爪子带着刮骨的罡风直接撕开了虚空。他的指甲又长又弯，像铁钩一样锋利。10号他根本就没起身，就那么盘坐在那儿，看起来特别淡定。火灵儿有点担心，毕竟对面是个域外强者，他都准备动手了。结果10号拉住他，让他别急。神猿看到10号这么拖大，心里的杀意一下子上来了。他的爪子已经到了10号面前，离他不到3尺，那虚空裂缝都快碰到10号了。神猿冷笑一声，准备给10号一个教训。就在大家以为10号要吃亏的时候，金光突然暗了下来，神猿暴退，他的指甲断了，带着血落在地上，手指疼得跟针扎一样。10号只是抬手泼出一杯酒水，就直接把神猿的指甲打断了。这下神猿气坏了，怒吼一声，轰出了一招通臂拳。他的拳头像金色的太阳一样从虚空中爆发出来，朝着10号砸去。结果呢，10号用一只玉制酒杯就把神猿的拳头给挡住了，还把他禁锢住了。神猿疼得大叫，拼命倒退，他的手掌血肉模糊，指骨都扭曲了。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惊呆了，连火灵儿都睁大了眼睛。他这才知道10号的实力有多强。神猿知道自己不是对手，赶紧说道：你等着，我去请主人。10号却冷淡地说：早让你去请人，你还对我出手，现在想走没那么容易。神猿还想狡辩，说他是来考验大家的，看有没有资格进天神书院。结果小月仙子直接呵斥他：正主不来，派只猴子逞凶，这是对上界修士的羞辱。其他人也纷纷指责神猿。10号不耐烦了，直接动手，一把抓住了神猿的战车。神猿拼命催动战车，五色神光冲天而起，可还是被10号给炼化了。神猿吓得不轻，他知道这战车是他主人凌天的宝贝，结果却被10号轻易拿下。最后10号把神猿扔到战车上，说道：以后你给我赶车吧。神猿气得不行，但也没办法。10号道：我在等凌天，他要是不来，我还真有点失望了。这下所有人都知道10号这是要挑战域外来客了，而且他一点都不担心，反而特别期待。神猿还在叫嚣，说凌天要来了，让10号别走。结果10号一巴掌把他拍得咳血，然后把他禁锢在战车上，说：我在这儿等他。在黑色的断山上，所有人都激动不已，因为荒终于出手了。大家早就盼着这一刻，想看他跟谪仙、10冠王一起对抗那些嚣张的域外来客。这些外来客太厉害了，横扫了无数州，让所有人都憋着一口气。有人觉得荒修出了3道仙气，应该能赢。通臂神猿被荒抓了，他急了，想让荒放了他，还说荒要是放了他，说不定还能进天神书院。10号听了冷笑一声，说自己的资格用不着别人评判。通臂神猿又说他的主人凌天特别厉害，荒要是跟他冲突，后果很严重。荒根本不当回事，还威胁说要是神猿再不老实，就把他当猴脑吃了。神猿虽然倔，但也不想死，只能乖乖闭嘴。不过神猿又用另一种方式提醒荒，说9天10地特别强大，高手如云，还有长生者的后人。这话一出，大家都震惊了，连荒也动了心，他更想出去看看了。神猿还说这次来的域外强者不止凌天一个，还有好几个没出手的。荒听了只是点点头，让神猿老实点，准备当车夫吧。这时候小月仙子和其他高手都过来跟荒聊天。有人提醒荒凌天很强，修成了天神，仙气化作大道花瓣，立于不败之地。荒却笑着说无妨，还跟大家聊起了仙谷一地的事。他听说仙谷一的跟外界贯通了，很多大人物都进去了，但里面的人很少出来，因为有诅咒。只有9大教主摆脱了诅咒，
能自由行动。荒听了很高兴，因为那些教主是他帮着化解诅咒的。有人担心荒等凌天他们来会很被动，因为上界有不少大教跟荒有仇，但荒一点都不怕，他相信那些强者不会联手围攻他。大神师也说，在仙谷的时候他们也遇到过围攻，但都赢了。黑色断山上的气氛越来越热闹，大家都在等10号和域外强者的一战，可等了半天也没见域外强者出现。10号问神元，凌天怎么还不来？神元说，凌天在黑崖还有一场重要的对决，要等1天后才能来。10号听了，决定就在断山等凌天，让他主动来挑战。这时候凌天正在准备一场大战，他要跟宁川对决。他的同伴提醒他时间不早了，但凌天还在等战车。突然他发现战车被人炼化了，还被带走了。凌天很生气，决定先去把战车找回来。于是他和同伴们踏着战船朝青州的方向飞去。10号听说凌天要去跟宁川对决，也坐不住了，他决定去观战，还邀请了很多人一起。他们坐上5色神童战车，飞速赶往决战之地。而凌天也带着同伴，驾着紫金战船朝同一个方向追去。这麒麟岭可真是个神奇的地方，传说李麒麟和师兄都来过。按理说那种厉害的麒麟早就该消失在太古时代了，但后来居然有人看到一头白麒麟在这山林里一闪而过，太不可思议了。10号他们坐着5色战车来到这儿，问小月仙子，这儿就是宁川闭关的地方。小月点点头，说6冠王宁川现在就在这修行呢。一群人从战车里出来，这战车看着小，但里面能装上万人。通臂神元心里不爽，他本来是战车的主人，结果被捉了，还当了车夫，拉着这么多人来观战。火灵儿说道，咱们来早了，这儿啥动静都没有。这时有人说道，这儿还是宁川的出生地呢。10号一听大吃一惊，他想起宁川施展的白麒麟宝术，还有麒麟岭这个名字，一下子联想到了好多。宁川出生的时候那可是惊天动地，天上神光照亮了整个苍宇，好多大洲都能看到，把大家都震撼到了。所以好多古教都看中他，早早寄予厚望。后来妖龙道门、火云洞、罗浮真谷这些大教都来找他，想收他为弟子，所以宁川才会精通这么多大教的绝学。10号正想着呢，突然有人惊呼道，来了！一艘紫金战船从天际冲过来，上面站着5个年轻人，3男2女，个个都是人中龙凤，气质非凡。有人认出其中一个就是凌天，他最近横扫了数百州，很多人都见过他。凌天看到自己的5色战车被别人用了，气得不行，大喊，谁动了我的车，自断一臂过来请罪。10号却轻描淡写地说，你在做梦吧。凌天一下子火了，手持黑色长枪冲向10号，两人瞬间就打了起来。凌天的枪和10号的拳头撞在一起，火星四溅，声音刺耳。凌天发现10号居然修出了仙气，是个了不得的对手。10号也觉得凌天很厉害，两人打得难解难分。凌天心里想不通，自己都修出了大道花蕾，居然还拿不下10号。10号也意识到，修出仙气的生灵在天神领域和圣迹领域是不一样的，天神的仙气大道花瓣会压制低境界的人。正打得激烈的时候，麒麟岭里传来一声钟响，宁川出现了。紫金战船上的同伴传音给凌天，让他先去和宁川决战。凌天说道，好，等我收拾了宁川再来找你算账。说完就冲向宁川。凌天和宁川的战斗也很激烈，两人打得日月无光，愁云惨淡。凌天提议去虚空战场一决高下，宁川也同意了。两人消失了一会儿，再出现的时候，凌天已经满身是血，负伤不轻。宁川身上也有血迹，但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。凌天灰头土脸的往外冲，路过10号的时候，还想趁机给10号一击，结果10号施展法术，轻松应对，还削掉了凌天的长枪，震得他咳血。最后10号干脆擒住了凌天的一条手臂，准备生擒他。10号抓住凌天的手臂，那力气可真不是盖的，凌天疼得直冒冷汗，脸都变了。两人一通乱斗，宝术乱飞，骨头都快被震散了。凌天实在受不了，挣脱开来，结果被10号生生扭断了一条小臂，疼得他嗷嗷叫，满头大汗。这可是他这辈子最惨的一次，以前在自己的地盘上那是横着走的，哪受过这种委屈。周围的人都看傻了，凌天那可是无敌的存在，现在居然被10号给收拾了。凌天气得直哼哼，长啸一声，声音震得大家都快站不住了。他心里憋屈，先被宁川打了个半死，又被10号折断了手臂，这脸往哪儿搁？10号看着他，把那条小臂扔了回去，还挑衅地说，还给你，人形的，挺失望的。凌天脸色铁青，接住手臂，咬着牙把他接了回去。其实他本来也能自己再生，不过现在被10号这么一搞，心里更窝火了。紫金战船上的那个蓝眼睛女子看不下去了，让凌天回来，别再打了。她看起来很不简单，凌天虽然不甘心，但还是乖乖地回到了船上。那女子看着10号和宁川，心里有点惊讶，没想到3000道州还有这么厉害的人物。宁川和10号对视一眼，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，大家都以为他们要开打了，
结果宁川说了一句下次决战，10号笑了，转身看向紫金战船。船上的人说，只要他们能打败凌天或者船上的任何一个高手，就有资格加入天神书院，离开3000道州。10号问道，去天神书院有啥好处？船上的人说，那里有好多秘籍和高手，去了就能学到很多东西。打神石还在旁边起哄，问有没有美女，把船上的人逗得哭笑不得。最后10号和宁川决定上船，看看天神书院到底是个什么地方。他们跟着船来到了中州，见到了3个超级厉害的中年男子，那气场简直强大的吓人。其中一个问10号愿不愿意拜他为师，10号说他已经有师傅了。那人也没勉强他，还提到了柳神，这让10号心里一动，觉得去天神书院说不定能找到柳神的线索。他们告诉10号要去一座古城，了解太古的盟约，那是个考验，只有通过了才能进入天神书院。10号想了想，觉得这趟旅程说不定能解开他心里的很多谜团，于是决定去了。